大家好啊，我是祥子。咱们昨天在这个芹菜地里边看农户在撒这个蓝色的颗粒，现在这个蓝色的颗粒还都没有化。他撒的这个东西啊叫四聚乙醛，四聚乙醛它主要就是为了防这个蜗牛。因为这个芹菜之前是在这个玉米地里边种的，芹菜出苗以后把这个玉米都砍掉了。农户对这个蜗牛啊是非常的害怕，总担心这个蜗牛去把这个芹菜给吃掉，所以说是经常撒这个四聚乙醛。其实咱们很多农户不知道，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，1分钱也不用花，就能把这个蜗牛给它防治住。就是咱们经常用的草木灰，就是把这个草木灰啊给它撒在这个芹菜地里边，基本上这个蜗牛不会再往地里边去爬了。这个方法非常简单，而且也不用花钱。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在这个芹菜这一块地周边给它撒上生石灰，中间不要有间隔，这样的话也能防止这个蜗牛的发生。但是如果说是咱们大面积种植，或者说是家里边现在已经不烧火了，没有草木灰了，那只能说是用这个四聚乙醛去防治。如果说家里边有草木灰的话，今年咱们可以尝试一下。喜欢我们视频的话，欢迎大家多多为我们点赞。我是祥子。大家好啊，我是祥子。咱们这个芹菜啊，后面这个芹菜基本上都出来了，接下来就是移栽了。有很多种植户在芹菜用肥上啊，存在有一些误区。首先呢，就是这个芹菜，大家都知道，它主要就是长叶子，很多人就是用尿素或者说是用高氮肥，其实这种方法是不对的。如果说这个芹菜使用氮肥过多的话，它就容易影响这个芹菜的口感，另外就是形成一个空气热现象。很多人就是不注重这个芹菜上面磷钾肥的使用和这个钙肥的使用，其实这些元素是非常有必要的。咱们在种植芹菜用底肥的时候啊，我建议大家最好是用腐熟过的鸡粪，用上个400公斤，然后呢再用上20公斤的平衡肥，就是3个15的平衡肥用上，然后呢再用上15公斤的硝酸钙，这样子就是一个是氮磷钾也补充上去了，有机质也没问题了，这个钙也补上去了。为啥要补钙呢？补钙能很好的防治后期这个芹菜上面的黑心病和这个心腹病。今年如果说咱们种芹菜的话，大家可以按我说这个方法去试一下，对比一下跟你平时用这个肥料它效果上有什么差别，还有就是口感上有什么差别。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话，欢迎大家多多为我们点赞。我是祥子。大家好啊，我是祥子。这个芹菜啊，马上就要移栽了。我想起来一个问题，就是去年我跟一个种植户分享过，他用我之后这个方法也确实非常好用。就是很多人说这个芹菜它口感不好，就是没有这个芹菜味儿，而且它里面这个纤维特别多。去年我就跟一个种植户说过，那个种植户他是主要供这个商超里边的，就是这个芹菜在收之前的20天左右，然后去喷上磷酸二氢钾。磷酸二氢钾隔1个星期喷一遍，就是一共喷2遍。喷完之后啊，这个芹菜收上来之后，它的品质非常好，表现在哪儿啊？就是这个叶片颜色非常正，而且呢它比较耐保存。然后呢，这个芹菜卖在市场上也是非常受欢迎。因为很多种植户都知道芹菜是喜欢氮肥的，其实这个钾肥的补充对芹菜的品质影响是非常大的。今年的话，咱们在收芹菜之前可以试一下这个方法，1亩地多打上2遍，一遍的话用上100克，打上2桶水，基本上也就多花个7、8块钱。7、8块钱，你这个芹菜品质要非常好，而且卖的价格也稍微高一点。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话，欢迎大家多多为我们点赞。我是祥子。主根呢，它下扎能力就会受到限制啊，造成了一些根系的伤腐。农民朋友们，大家好。
谈到啊，咱们种植这个蔬菜啊，无论是像这个茄子、黄瓜，包括番茄这些大棚蔬菜啊，咱们在栽植以后地膜覆盖的时候啊，咱们到底是在这个定植以后就开始要覆盖这个地膜呢比较合适，还是说是更长的时间更合适呢？因为有一些这个资料显示啊，就是这个地膜，咱们在栽植这个蔬菜的时候啊，就是这个随时定植完啊，咱们随时覆盖地膜。也有一部分农户啊，就是有经验的一些农户啊，认为是这个地膜覆盖，最起码呢应该是10天以上再覆盖这个地膜。所以说本期呢，我们就谈谈这个覆盖地膜这个事儿啊。我认为啊，咱们这个覆盖这个地膜啊，最起码应该是10到15天啊，也就是15天左右是比较合适的啊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咱们呢从这个定植苗以后啊，咱们中间呢要浇这个缓苗水。缓苗水呢，首先我们是大水去浇灌了啊，然后再到这个缓苗水的时候，中间呢最起码要间隔这个7到10天时间。然后呢，我们最少要有2次的中耕。这个中耕的时候啊，就是这个表土由浅入深啊，这样子呢才有利于咱们种植的蔬菜作物它这个根系的下扎啊。所以说呢，我认为是15天左右呢，比较好，也就是最少呢是10天。如果咱们有一些农户啊，经常性就是种植的，还是按照就是老方法，咱们当天移栽，当天覆膜的话呢，那么你连续种植几年，你就会发现啊，作物这个根系啊，它这个表土层分布的这个根系啊，侧生根特别的多啊，几乎呢全部是在表土层啊，而且这个主根呢下扎这个力度啊比较弱，也就是主根下扎呢比较浅。这样子呢，就造成了什么样的一个情况？造成了大量的这个气生根，啊，从而呢影响了一些养分的吸收。你比如说咱们在做底肥的时候啊，一些中微量的元素啊，本身这个中微量元素它的移动的速度呢就是比较慢的，啊，所以说呢，从底肥利用率上呢，它就有所下降，啊。好了，希望本期呢傅老师讲解的这个技术啊，能够让咱们农户朋友啊，切切实实的能够感觉到，这个技术，掌握这个技术的重要性，啊，好了，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吧。农民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，本期呢我们开始就来谈一谈这个芹菜种植的高产技术。我们首先本期我们就先谈一谈这个芹菜啊，到底是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肥料啊，才能够取得一个高产。谈到种芹菜这块啊，因为我也和一些咱们农民朋友交流过啊，所面临的一些问题，他们呢普遍认为就什么呀，芹菜应该多用氮肥啊，但是呢，钾肥又补充量又不足，那么磷肥呢又几乎很少用，更别说一些钙肥啊或者是硼肥的使用了，这就是目前呢所出现的一些现状啊。其实呢，这个想要一个高产呢，你单独的为了去补充这个氮肥，但是钾肥又供不上，啊，更别说中微量元素的缺乏而导致病害的发生，想去取得一个高产，我认为呢是不太可能的，啊，要想取得一个高产，我的建议是什么呀？首先咱们在做底肥的时候啊，1亩地，比如说用这个腐熟的这个鸡粪呢，最好用上800斤啊，这个是鸡粪这一块儿。因为鸡粪呢主要是含氮量呢是比较高，其次呢可以用这个比如说3个15啊或者3个17的这个平衡肥啊，1亩地呢，可以使用这个20公斤就可以了。另外就是这个钙，我建议啊可以选用这个硝酸钙，硝酸钙啊可以使用15公斤啊，15公斤。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去补充这个钙肥呢？就是为了它这个一栽以后啊，在苗期出现的这个黑心儿病和心腹病的发生，啊，像别的这个硼肥啊，就是咱们下一期具体再讲这个中微量元素的使用。好了，本期呢就到这里吧。大家好啊，我是祥子。前几天我们讲了有很多期的白菜相关的一些知识，
就有很多人在这个评论区里边问我，说就是咱们经常说这个白菜的连作期是什么时候？甚至也有一些网友说你是不是不懂啊，一直没有讲这一块。心里边一直想着是找一个实物跟大家讲一下，但是这个白菜长得太快了，几天的时间，这旁边的白菜基本上都已经开始进入这个包心期了。像咱们旁边这一块这个白菜啊，它基本上就是连作期。咱们可以看一下，其实这个连作期很好理解，连作顾名思义就是它就跟那个莲花的座差不多，它就是一半一半的，它就这样叠着它长着，这样子就是连作期了。而且是在包心之前，这个叶子它是贴着地面生长的。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下面这一块，像这颗白菜，它基本上就是属于连作期。咱们可以看一下这片叶子，它是压着这两片叶子生长的，正好在这两片叶子中间。这样的话，它就形成了一个莲花的，就是连座的这种形状。所以说，它就是白菜的连作期。因为这个白菜是十字花科的植物，大家都知道，它长的话就是两片叶子它是这样对着生长的。对着生长之后，它拉十字以后，它下一片叶子它就会这样，跟之前是这样，它压着就一点一点的长。这个时候它就属于连作期了。以后咱们再看到有关这个白菜连作期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就看一下我们眼前这个白菜，就知道大概是什么时候。这个叶子立起来的时候，它就已经开始进入这个包心期了。像这种白菜啊，这个叶子基本上已经竖起来完了，而且现在它已经开始包心了。这个白菜它就属于包心期了。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话，欢迎大家多多为我们点赞。我是祥子。